嗨，大家好，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直接切入正题。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说真的，你有没有想过，身为成年人，我们学外语的时候，脑袋里装的其实是一套超强的升级版作业系统，而不是什么会随着年纪老化的破铜烂铁。想象一下这个超有画面的情况：走在路上，一个外国人突然凑过来跟你开口说话，结果你当下脑袋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对吧？事后回想起来，你是不是常常在心里滴血，怪自己年纪大了，或是觉得，哎，我真的就是没有语言天分啦？其实啊，这真的不是你的问题，完全不是，只是你使用大脑的方式，需要稍微更新一下了。为了不让你一开始就吸收不良、资讯过载，我们完全照着科学建议来做。没错，直接给你今天的结构地图。我们会依序聊到：第一，语言天赋的迷思；第二，大脑当机的真相。接着我们会进入三大核心策略，也就是宏观的架构学习、中观的逆向学习，还有微观的区块学习。好，我们进入第一部分。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先狠狠地打破一个超级根深蒂固的迷思，那就是大家常说的小孩子天生就比大人会学语言。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于大脑机制的本质根本不一样嘛。你看，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小朋友是用程序性记忆，他们就是在无意识的玩乐当中，一点一点由下而上把语言吸收进去的。但是我们成年人的大脑早就全面升级了呀，我们必须舍去那种小孩子牙牙学语的无意识模仿，把我们成年人特有的逻辑能力拿出来用。我们靠的是语义记忆跟超强的分析逻辑。你想想看，如果你硬要把小孩子那套学习模式强行安装在你这颗高度重视逻辑的成年大脑上，哇，那真的注定会是一场灾难。接着来看看第二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你在重要的商务会议或是开心出国旅行的时候，大脑直接宣告罢工，彻底宕机呢？我们来揭开背后的真相。其实啊，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认知过载。回想一下我们以前怎么学的，是不是跟着传统教科书超级乖的从第一课慢慢死背到第30课？当你把那些零零散散的单字还有超级抽象的文法规则同时硬塞进脑袋里的时候，你的大脑工作记忆空间瞬间就被这两股力量给双重夹击了。这种完全没有脉络的被动输入会立刻把你宝贵的注意力给榨干，你的心智当然就直接瘫痪啦。这样一来会引发一个更惨的后果，叫做文法组装延迟。你想哦，在你要开口说话的那黄金几秒钟里，你的脑袋居然还在超痛苦地翻找单字卡套用文法公式，这种致命的犹豫，长期下来真的会让人超有挫折感。然后呢，你的大脑就会启动所谓的情感过滤器，开始产生巨大的焦虑跟防御心，最后你就会误以为自己没语言细胞，然后在看到任何成效之前就默默放弃了，超级可惜的，对吧？好，为了解决这个大麻烦，我们要来装备你的第一件武器了，进入宏观层面的架构学习。意思就是在你一头栽进细节之前，你得先给大脑一张超清晰的结构地图。听好了，你必须把成年人最强大的系统化思维拿出来用，绝对不要在第一天就傻傻的去背单字。相反地，你要先去看看这个语言的文法心智图，把最基本的句型抓出来，像什么主词、动词、受词的顺序啦，顺便搞懂核形介系词的逻辑。做这些动作其实就是在帮你的大脑打地基，建立一个超稳固的框架锚点。你可能会问，那些学习大师都是怎么做的？举个例子，超级畅销作家提姆·费尼斯，他学新语言的时候，根本连看都不看那些厚厚的教科书，他只靠一招，就是那超有名的13个核心金句，像是这颗苹果是红色的这种简单的句子。靠着这13句话，他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瞬间摸清楚这个语言的代名词、受词跟时态骨架，简直就像开外挂一样，直接破解语言密码。骨架打好了之后，我们接着进入中观层面。这里的重点就是要好好利用我们成人人特有的目标导向思维，我们把它叫做立想学习。
具体该怎么做呢？有3个超精准的步骤。第一步，先定义一个真实的应用场景，比如说你下个月要用外文主持一场专业的商务会议。第二步，从这个终极目标去反向导推，你到底需要哪些知识跟练习。第三步也是最爽的一步，无情地套用80-20法则，也就是说，你可以超有自信地把剩下那80%你根本用不到的冷门单字全部丢掉，把火力集中在真正有用的刀口上。说到这，背后的脑科学机制真的超有意思。像传奇口译员加藤幸子，还有多语神人 Steve Kaufman， 他们都证实了一件事：成年人学语言就应该直接挑自己极度有兴趣的素材来看。当你看着这些你真正在乎的内容时，你会很自然地努力从上下文去猜、去推敲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个解谜的过程会让大脑狂喷多巴胺，这会让记忆像长了根一样深深扎进脑袋里，效率绝对比死啃字典高出10倍不止。好了，最后我们来到微观层面，这可是能完美解决我们前面提到那个超级可怕的文法组装延迟的终极解药，这就是区块学习。以前我们最常犯的错就是死背那种孤零零的单字，例如说单独背 appreciate 这个字，结果要讲话的时候还要超痛苦的在脑袋里做排列组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把这些词组当成预先做好的积木或是情境语块，直接整串背下来，像是直接记住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这样一来，当你需要讲话的时候，大脑就能瞬间抓出一整块完整的积木丢出来，这才是真正做到流利而且零延迟的完美输出啊。刚才提到的加藤幸子，他自己就超级爱用这招语境记忆法，用到后来别人甚至帮他取了个绰号叫 Kati Context， 也就是语境幸子啦。这是一种建立协同关联的哲学，强迫自己一定要把单字塞进词组里面一起记，利用字跟字之间的连结，让你根本忘不掉。这种超重视脉络的学习法，也正是史蒂夫·考范创办的 LinkQ 系统的核心，就是要帮你在真实的文章里面自然而然地把这些情境语块给吸收进去。OK， 现在你已经帮你的成年人大脑成功安装了这张终极的结构地图了，你也拥有了架构、逆向还有区块学习这3大神级武器。今天的深度解析不光是讲讲理论，我们是认真要帮你打造一套超高效而且真正能上战场的语言获取系统。那么在结束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手上有了这套全新的工具，你接下来要征服的第一个真实场景会是什么呢？好好定义它，然后现在就启动你的语言升级之旅吧。